今天体验的人生副本是死刑犯的最后24小时。第一集倒计时开始，凌晨4点17分，你醒了，没有噩梦，没有惊跳，仅仅是肉体本能的苏醒。漫长的牢狱生涯早已让你的生物钟彻底紊乱，但在今天，你的身体比意识更敏锐地嗅到了终点的气息。你睁开眼，视线凝固在天花板那盏永不熄灭的日光灯上，它发出细微的电流嗡鸣。右侧那块烧焦的黑斑依然刺眼。3年0.5个月，整整1230天，在这个逼仄的9平米单人牢房里，墙皮的每一次剥落，地砖的每一道裂纹，都已深深烙进你的眼睛。铁门上那扇20乘15厘米的观察窗，每隔15分钟就会出现一双巡视的眼睛，确保你还活着。今天是2015年6月15日，最高法的死刑核准书在7天前下达。4天前，辩护律师最后一次见你，他习惯性地摘下眼镜擦拭，用播报新闻般毫无波澜的语调说：“所有法律程序都走完了。”你点头回应，甚至想开口安慰他，因为你看到他握着案卷的手在微微发颤。你从水泥床上坐起，身下是结块发硬的旧棉褥，硌得髋骨隐隐作痛。3年前刚进来时磕坏的右膝，往常阴天总会酸胀，今天却出奇的安静。你低头审视自己的双手，指甲在2天前被管教安排，修剪得贴肉般平整。在那一刻，你心里就明白了，这是在上路前的规矩。走廊深处传来沉重的铁门轰鸣，钥匙串清脆的撞击声步步逼近，最终停在你的门前。锁簧弹开，在这个监区干了10年的张管教端着不锈钢餐盘站在那里，是口热乎的。他平日里公事公办的嗓音，今天掺杂了一丝难以名状的复杂。盘子里装着2个猪肉白菜包子，一碗温热的小米粥，一碟咸菜和一个白水蛋，比平时的伙食好。这在过去叫断头饭，如今被体面地称为执行前正常饮食保障。你仔细地剥开鸡蛋，细碎的蛋壳散落在托盘边缘。你吃得很慢，包子的油水比平时丰厚得多，小米粥顺着喉咙流下，暖胃却不烫嘴。你一点不剩地吃完了，不是因为饥饿，而是你妈从小立下的规矩，碗底不留剩饭。想到妈这个字，你的眼皮猛地颤抖了一下。第2集程序的齿轮。清晨5点30分，门外站定了2名荷枪实弹的武警。你被要求换上深蓝色的衣裤，没有编号，干净整洁。褪去旧囚服时，你才惊觉自己已经瘦得脱了相，肋骨突兀地横在胸前。当年78公斤的汉子，如今只剩下一副不到60公斤的骨架。你把新衣服的纽扣从下到上逐一扣好，手指没有一丝颤抖。早上6点，你被带入谈话室，对面正襟危坐着监狱长和检察官。监狱长开始宣读最高人民法院的执行死刑命令，字正腔圆，掷地有声。你听到了自己的名字，以及那串决定命运的字符：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检察官例行公事的询问：有无最后陈述？没有。有无检举揭发？没有。他在表格上画下对勾，整个流程精准地消耗了8分钟。早上6点20分，重新回到监室，周管教递进2页信纸和一支透明感的蓝色圆珠笔，问你要不要写点什么。你坐在水泥床沿，把纸垫在膝盖上，悬腕良久，最后写下3个字：妈，对不起。笔尖停滞了，你肚子里有千言万语，你想告诉他这3年里的彻夜难眠，想忏悔自己的罪孽，想劝他往后余生少掉眼泪，但所有的情绪在现实面前化为乌有。你突然醒悟，任何文字都无法粉饰你犯下的罪恶。那个在烧烤摊旁被你一刀捅死的24岁年轻人，他也有母亲。你将写着那3个字的信纸折起又展开，反复几次后，在末尾添上了一句实在话。在衣柜的第2个格子里有一张银行卡，还有1万多块钱，这是你留在世上的全部痕迹。早上7点15分，管教通知8点安排家属会见。你的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，这并非源于对死亡的恐惧，而是一种更令人窒息的沉重。父亲在你入狱的第2个月就脑溢血走了，没见上最后一面。大姐在庭审时哭瘫在旁听席，而母亲自从宣判那天在法院走廊昏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。血压飙升的身体已经剥夺了她来看你最后一眼的资格。铁门拉开，坐在防弹玻璃对面的是大姐，她把长发剪成了短发，整个人缩在黑色羽绒服里，拉链抵着下巴，眼角的皱纹多了许多。你们之间隔着12毫米的钢化玻璃和冷冰冰的对讲机，拿起听筒，长达半分钟的死寂。妈没来，大姐先开了口，她身体我知道。你打断了她，又是一阵沉默。你瘦了。大姐的嘴唇毫无血色的颤抖着，手指死死攥着听筒，骨节泛出青白。你说姐别哭。她拼命忍着眼泪，只是死死地盯着你，仿佛要将这张脸生生凿进脑海。你们心里都清楚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妈的药千万别断。你叮嘱道，去社区医院开，医保能报销。他点头。爸的坟，清明带我去看看就行。他再次点头。时间到了，管教起身示意。大姐终于崩溃，眼泪决堤而出。她把手掌贴在玻璃上，你也迎上去，将手合拢。玻璃冷得像冰，隔绝了世间所有的温度。第3集最后的清醒，
9点以后，时间开始扭曲，如同被拉扯的橡皮筋，时快时慢。你被带去做生命中最后一次体检，测血压、探心率、查瞳孔。医生把手指搭在你的手腕上，默默数了15秒，在体检表上填上数据。你不想问结果，因为这次体检不是为了治病，是为了确认你的身体状况能够承受执行。回到牢房，周管教问还有什么要求？你说想抽根烟。他愣了一下，转身离开。5分钟后，他带着火机和一根烟折返。3年零5个月没碰过烟草的肺，被第一口烟雾呛得剧烈咳嗽，眼眶发酸，但第2口就顺畅了。青灰色的烟雾在日光灯下缭绕，随后被排风扇无情地抽走。你靠墙跌坐，珍惜慢吐，没有传说中跌宕起伏的人生走马灯，脑海中浮现的全是琐碎的残片。灶台前，母亲挥舞着锅铲的佝偻背影。初中时，连人带车跌进水沟，父亲一边痛骂你笨，一边将你背向卫生所的宽阔肩膀。电子厂的流水线，每天站立工作12个小时后，肿胀的塞不进鞋子的双脚，以及那个沾满鲜血的夜晚。12块1瓶的廉价白酒，一句记不清的口角，失控的肾上腺素。你清楚地记得刀刃没入对方身体的触感，记得他瞬间睁大的双眼和喉咙里的咯咯声，记得温热的鲜血溅在手背上的腥气，烟头烧到了海绵绿嘴。你在水泥地上将它狠狠碾灭。10点40分，周管教带着2个人再次推门而入，冰冷的金属手铐和沉重的脚镣锁死了你的关节，寒意顺着腕骨直逼心脏。脚镣链条不足半米，你只能拖着细碎的步伐向前迈进。铁链撞击的脆响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。你被押上了一辆全封闭的白色依维柯，车厢无窗，只有头顶一盏昏黄的顶灯。你坐在金属长椅上，两侧是持枪的武警，引擎轰鸣，车轮碾过坑洼。你不知道终点在哪，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子弹还是针管。大约颠簸了25分钟，车停了，车门大开，郊外的强光刺痛了你的双眼，鼻腔里钻进泥土和枯草的干涩气味。第4集，尘埃落定，你被带进一间素白的房间，浅灰色的地砖，乳胶漆墙面，中央赫然摆着一张酷似手术台的窄床，床边矗立着金属输液架，透明的药带静静悬挂着。你明白了，注射。白大褂示意你躺下，不锈钢床架冰冷刺骨，皮质束缚带将你的4肢死死扣住，绑得不紧，但你已插翅难飞。头顶不再是嗡嗡作响的日光灯，而是刺眼且纯粹的 LED 白光。酒精棉球在左臂静脉处擦拭，带来最后一次感官上的微凉。紧接着是针头刺破皮肤的微痛，你没有偏头去看，只是死死盯着天花板。你想起今早那碗小米粥的温度，你想起姐姐隔着玻璃的掌心，你想起那根久违的香烟，耳边隐约传来核验身份的宣读声，但字句已经模糊，并没有预想中的剧痛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足以吞噬灵魂的疲倦，就像连续熬了3个通宵后，终于重重跌入床铺的下坠感。视线开始发暗，是灯光微弱了，还是瞳孔在涣散？在这无边的黑暗降临前，脑海中定格了最后一件小事，那是过年时，母亲在包猪肉大葱馅的饺子，她擀皮极快，你负责在旁边按面剂子，你按的大大小小，歪歪扭扭。母亲笑着数落你笨手笨脚。灯光终于彻底熄灭，呼吸变得稀薄，心跳剧烈加速后开始衰退，手腕的镣铐、皮带的束缚全都在感知中消退。你的感官如同大厦断电，楼层里的灯光被一层层无情切断，最后剩下的是听觉。你听着自己胸腔里的鼓点越来越慢，越来越远，直到万籁俱寂。11点08分，法医完成了最后的确认，死亡记录表上的时间被冷漠地填满，你的名字在在押系统里被画上句号。你的遗物，一封没写完的家书，一本破旧的词语字典和3双旧袜子，将在7个工作日内送达家属手中。你从这个世界上被彻底抹除，外面的世界照常运转，车水马龙。而那间9平米的监室将在消毒液的冲刷后迎来它的下一个主人。墙上的黑斑依旧，那盏嗡嗡作响的日光灯永远亮着。